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1949年10月1日，在天安门城楼上600多位观礼开国大典的人群中，一位清瘦的灰衣僧人格外引人注意。居赞法师，当时唯一一位应邀参加开国大典的僧人代表。居赞法师生于1908年江苏江阴一户潘姓的家庭，俗名潘楚同。在他15岁那年，母亲病故，家道也随之中落。家庭的变故促使他比同龄人产生了更多的人生思考。他常常独自跑到深山里去静坐，也常常看着街头熙攘的人群，自问道：人们来来往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他也由此萌生了出家的念头。1927年，19岁的潘楚同考上上海大夏大学，也就是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。他在读书期间结识了田汉等一批革命青年，并跟随他们一起秘密参加革命活动。1929年，潘楚同正式加入共产党，从此他便投身到了一个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中。1931年3月，潘楚同为了躲避缉捕，他藏身在杭州灵隐寺，寺院里每日晨钟暮鼓，梵音阵阵，这样的生活场景再次唤起他出家的念头。于是经太虚法师介绍，潘楚同依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披剃出家，取法名传戒，字定慧，后来改名居赞。出家后的居赞法师一面继续从事革命活动，另一面则积极开展佛教教育。他认为僧人不仅要读佛经，也要学习文史哲多种学科，还要经常阅读报纸新闻，关心国家大事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益众生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，居赞法师不忍众生受苦，毅然挺身而出，高举义旗，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，主张以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，集中僧道力量挽救国难。随后，他又成立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流动工作团，组织大批的僧人学习佛学知识、军事知识和医疗救护知识，在抗战当中积极地救护伤员、疏散难民以及超度亡灵。当时教内有些思想保守的僧人对居赞法师积极入世的行为颇有异议，但是居赞法师依旧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。周恩来总理对此十分赞赏，还专门题字送给居赞法师，以示鼓励和赞叹，这也极大鼓舞了佛教界的抗战热情。随后，居赞法师又在广西创办了月刊《狮子吼》，并通过《狮子吼》发表了大量反映爱国思想和佛教革新理论的文章，充分体现出南岳僧人爱国爱教的光辉形象。1946年初，居赞法师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灵隐寺。他在太虚法师的指导下，经过一番努力，筹建了新的杭州佛教会，并与若朴法师等人共同筹建了武林佛学院，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佛学院。居赞法师还联合佛教界有识之士上书中央和毛泽东，对新中国佛教的改革与发展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。特别是他希望以生产化和学术化来改进佛教组织，破除迷信，树立正信，为建设新中国做出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居赞法师又和赵朴初居士等佛教界的优秀代表，在政府的支持下，共同筹建了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，创立《现代佛学》等刊物。后来，居赞法师又在法音杂志社担任主编，实现了他佛教学术化的梦想。细数居赞法师一生的业绩贡献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、著书立说，他洞达世学，博通三藏，对先秦诸学、宋明理学以至于科学皆有深入的研究，论著颇多，现编辑成《居赞法师全集》，近500万字，包括印度佛教、中国佛教、佛教现代化、佛学问题争明和佛教实践研究，涉及佛教论著、佛教史传、教制改革、读经笔记等9大类，融历史、文学、教育、禅机、修行、政务、考据于一炉，礼义精深。二、弘法护教，他舍身为法，行大乘菩萨道，弘法利生，护持教团，著寺游方，讲学，创办主编《狮子吼》月刊、《现代佛学》等刊物，创办佛院，致力于佛教教育，并发起组织成立佛教协会，
积极提倡实现人间佛教。在他与法方顺印法师信中说道：“2000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，忍之于世外，任其生灭。”1949年4月，为改革佛教上书毛泽东及各民主党派。3. 爱国忧民，他组织成立佛教抗战协会、佛教青年服务团、南越佛教救难协会等机构，投身抗战救亡活动。后来又成立北京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，发起佛教界爱国示威游行等活动，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、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唯一一位佛教僧人，曾出席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此后连续当选第2、3、4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6届的常务委员。周恩来总理曾为他题字：“上马杀贼，下马学佛。”长久以来，僧人给世人留下的普遍印象往往是隐居山林，不问世事，而聚赞法师则在国难当头，披肝沥胆，拳拳赤心，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勇猛无畏的僧人形象。纵观聚赞法师的一生，爱国爱教是他矢志不移的思想基础，人间佛教是他孜孜以求的实践目标。如今斯人已逝，但他的精神长存。而除了聚赞法师外，历史上还有许多位高僧大德同样值得我们缅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，同样做出了一位佛教弟子、一位炎黄子孙该做的事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认真学习一下那些高僧大德的感人事迹。虚云法师，1936年，中国正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，虚云法师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2小时，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，同时减省碗食，节饑余粮，献助国家，赈济灾民。1940年，广州沦陷，至1941年，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，饥民甚众。虚云法师将诸方善心供养的果子20多万元悉数捐出，为赈济灾民之用，解了粮食不足的燃眉之急。虚云法师爱国护教、正信正行的行为与品格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印光法师，1931年9·18事变爆发，东北3省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，目睹着刀兵连绵，尸骸遍地，印光法师痛心疾首，抗日之心非常坚决。1937年的一天，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找印光大师，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，准备赠送给灵岩山寺。印光法师态度严正，立场鲜明，毫无畏惧，当即拒绝。这一举动不但保持了民族气节，更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。在印光法师的影响下，越来越多的僧众投入到了爱国救亡的事业当中。元英法师，元英大师一生热爱祖国，反对外来侵略，维护世界和平。7·7事变爆发后，元英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，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。1939年，因积极响应抗日，被日本宪兵逮捕，投进监狱，在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、残酷折磨，但坚贞不屈，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被选为首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。1953年临终之前留下遗嘱，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，积极参加爱国运动，致力于和平事业，因思利民护国，饶益有情，乃成佛之基，众善之首。太虚法师，太虚大师的一生是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一生。抗战期间，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。太虚大师撰文指出，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，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，犹非武力抵抗不为功。他明确地指出，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，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、伤害人民时，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。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，虽甚遗憾，然实不得已之事。抗战期间，他通电全国，呼吁国内外佛弟子共赴国难，无论信佛与否，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，故无人当有爱国之思想，而不容自外也。弘一法师，抗战期间，弘一法师身患重病，
虽看淡生死，但却时常忏悔自己不能为国为民做什么。当自己病重，处于生死之际时，弘一大师仍不忘救济难民。他嘱咐寺院当家师把禅房疗房多腾出些，救济难民，共甘苦，同患难，并把别人赠送的一副贵重的眼镜卖了，换作粮食救济灾民。1937年10月，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，有人劝弘一法师内避，弘一法师则表示为护法故，不怕枪弹。抗战期间，弘一法师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，赶走侵略者，救国救民。弘一法师开示：念佛不忘救国。洪川法师一生坚持爱国主义立场，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。他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，为民族团结、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因为他的爱国事迹，他被原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誉为中国第一爱国僧人。忆峥嵘岁月，历史上佛教界涌现了许许多多爱国爱教的高僧大德，他们护法报国、饶益众生的事迹令人感动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